找你们玩哦！我是 Cash， 我是 Lily， 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一期的梦想新家。这是乌马。今天来到了桃园中立，然后这个案件呢，室内大概34坪左右，然后有3房的格局，2厅2卫，对啊。然后这一个的风格，我们是走现代美式风格。那当初的设计要求呢，就是因为他从美国回来，喜欢很宽敞、很大的感觉，然后要简洁，然后他不喜欢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收纳不需要做太多，只要有效果就好了。尽量减少它的柜体收纳，因为它的东西真的蛮少的。然后把空间的想办法让它视觉是扩张的。我会比较追求一些天然的阳光啊，然后他喜欢开窗户让风进来，然后所以他也很喜欢做植栽，所以我们室内的部分其实帮他设计了很多他可以放置他的照顾他植物的地方。我有注意到后面这个是什么隐藏式的设计吗？这个是我们隐藏了入口进来的那个衣柜，他回来的时候可以挂他的一些外出衣的外套，然后包包都可以放在这里面。然后为了让这一个外出衣柜比较不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从玄关进来的地方一直延伸到里面，用特殊漆去做一个装饰，所以它门片跟旁边的墙面就会融入为一体，让一进来的时候看不出来这边其实是有一个柜子存在的。然后进来的部分。鞋柜的话，就做了一个比较多的收纳旋转鞋柜，因为它入口处其实这个玄关处没有非常大，所以我们用旋转鞋架去增加它的鞋柜的收纳的数量，这样子。那因为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设计都是上下分色的设计，所以它的高度就刚好可以双向我们的那个旋转鞋架。然后从玄关延伸进来的话，地板我们有打光，让它一进来之后，除了端景墙的光线之外，还有一个类似像引导你的轨迹光线从外面一直延伸进来，所以这个台子下面就会有一个间接照明。然后这边台面可以放一些钥匙啊、小东西的。那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屏风，让它这样整个不会直接视觉的进去。这个是我们的小乌马又出来咯，喵！这个灰色玻璃的设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就是为了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直接一走进来，然后一转过去的时候，其实看到的是一个窗户，然后会有一些风水上面的问题，所以这边就是做一个短屏风的设计这样子。然后在玄关一进来的地方呢，我们在出口处电灯开关的旁边，我们做了一整面落地的穿衣镜，所以业主在出门之前，可以在穿完鞋子之后，在这边整理一下他的衣服。然后同时呢，这个也兼具了美观的效用，因为它其实后面就是电箱跟弱电箱在它的正后方，所以我们为了去弱化它的存在，可以用玻璃的切割的线条，去让它看起来像是刻意去做出的造型，而去忽略后面其实是真的有放一些电箱跟弱电箱在后面的。那因为我们用了镜子的设计，那也让这个玄关的空间变得更大一点。我们从玄关一路走进来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上面其实原来的天花板上面有一只很大的梁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为了去弱化它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前方的部分加了磁吸轨道这样子，然后一方面所有的线条从玄关一路拉到我们的卧榻，所以整个线条是非常的长的，这个线条可以等于是引导我们从外面一直走进它的主要的客厅。磁吸轨道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它可以是有外露的灯具。那当它需要很利落的时候，它也可以整个埋入它的轨道内，
所以让你看过去整片几乎是没有任何凸起物，像线灯，所以它同时兼具了方便快速可以去拆换，然后又有不同多样的灯具可以去做调配。那到这边的话，我们这边有多设计了一个画画轨道，在这一个很大的墙面上，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放置它的一些展示品，在这个地方。那进来的话，我们因为屋主本身喜欢一些绿色的植物，所以我们帮他用铁件做了一个可以吊挂室内植栽的一个装饰。那因为他喜欢比较简单的线条，所以我们摒弃了之前以往我们在台湾常见到的很大面的落地电视柜，我们就是在特殊漆前，我们只放了一个单纯的一个电视，然后去营造出整个的一个简洁的感觉，然后再加一点做一个有层次的层板，去让它可以放置一些小的一个装饰的一些物品，这样。我们这个案子啊，它就有一个几乎接近落地的一个大窗户。那因为它其实还有一个大概40公分的台度，它又有 view， 所以他们可以坐在这边看书。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卧榻的设计。那这个卧榻呢，其实它是有一个造型感的，然后有一点所谓的飘窗。通常会做落地，但是我们希望它轻一点的感觉，所以它其实是悬空，然后去做一个支撑。那这里面也都有收纳功能。像这个的话，就是上掀的，对，上掀的，在里面，对。然后另外一边那边的造型呢，就是做成抽屉，可以打开，从前面打开使用。对，所以然后里面那个是上掀。对，里面这个也是上掀，因为这边是在沙发旁边，比较不容易用到，所以是用上掀的方式。那所以其实我们的卧榻呢，不一定要做得很死板，它其实是可以有造型的。用同色系钛灰色的板材去做地面的一个装饰。那有别于用油漆去做跳色，用板材的话，它可以呈现出它的立体感，它会有一个层次。你从旁边侧边看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个交叠的效果，会感觉上空间比较活泼，然后也会比较有层次。然后我们利用这样子的灰色，然后再镶嵌一幅画在这里，它就会很有效果。干杯！干杯！这里是我们的餐厅区。对，这趴也是我蛮喜欢的，就是中岛加上餐桌。好，那有别于客厅舒适的沙发空间的一个感受呢，我们其实餐桌跟中岛吧台其实是在这一个案件里面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轴，是他们生活的占比来讲是非常高的一个部分。然后所以就是4人的餐桌，配上应该算是2人的中岛吧台。对呀，然后小朋友他们一起来做功课，都可以这样举在中岛，然后在餐桌讨论，就非常的方便。然后人多的时候，比如说有6人到7人的话，他们就可以围在这一区，甚至于，因为它跟客厅中间是没有间隔的，所以可能可以容纳10几20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大家一起聊天这样子。好，这个餐柜的部分的话，是它在客餐厅空间里面最大的收纳空间。它其实深度非常的深啊。我们当初做的时候，那之所以做那么深，有一个秘密，它在这一个柜体里面，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分割其实不是等份的。那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是什么？对，你觉得它是什么？这么大一个东西里面放什么？来，我们来揭晓。拍拍手，弹起来，收进去。哇！它有一个营业用的烤箱，这是屋主的营业用的烤箱，超大，他很喜欢做烘焙。那当初其实我们为了这个烤箱要能够放进系统柜里面，也讨论了很久。然后我们最后是用下面我们加了一个瓷砖，对，去定制一个瓷砖，刚好跟这个大小是一样的。那同时它又考虑到散热的问题，所以左右2侧都有通风，对，都有散热通风的。然后可以让它在这边使用的时候比较不会有。对，然后我们也要确保这一台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的结构放上去层板都不会有问题。
然后考虑到他长期需要使用它的时候，它必须是要打开的，所以这个上掀的门片，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可以整个收进去的一个五金的配置，让它在使用的时候不会一直需要去 hold 住这个门片这样。干杯！跟业主讨论的过程之中，其实可以很深刻的去感受到，妈妈跟女儿之间呢。有这种很开放的想法，对，非常的尊重彼此，所以在所有的公共空间的使用上，他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去讨论，务必达到说双方都可以喜欢的去使用它，然后不要有一方是一种妥协的一个状况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谈话跟他们聊的过程其实很愉快，然后彼此之间你会看到是像2个大人在沟通他们的一个需求，然后达到彼此一个共识。那当然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可能退一步，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解决，或者是寻求我们比较专业的一些建议，跟他们讲说，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做解套。然后我们餐厅旁边这一座柜子啊，它其实是跟玄关的鞋柜连在一起的。那因为它就是左边这边我们的那个铁件的屏风设计，然后让这个柜体它其实是一个悬空的设计。等一下我们可以拍细节的部分。那这边就是做了一个浅的展示，然后或者是它可以放一些杯盘在这边，然后这边是收纳柜。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边因为这边是悬空的嘛，所以下方有扫地机器人的家。那我们这边的这桶收纳柜，当初就是有要求它必须要落地，因为能让它在不用除湿机的时候，可以把整个除湿机放进去，然后还有那个吸尘器的空间，然后就在这个柜子里面。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主卧，那主卧一进来的右侧就是浴室，那浴室的前面就是这一块就是规划我们的隔音间的空间。那因为其实他是一个喜欢整理物品的人，所以他其实在他的衣服的收纳上也都非常的干净，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其实这个空间也不是太大，所以做一个开放式的衣橱其实是还蛮适合的。但是后来因为他还是担心有些粉尘，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玻璃的门片，那它就是拍手，然后就可以直接打开的。那这些层板的加厚的部分都是我们有做铁件埋在里面，可以让它可以做一个中间都是没有分隔的长条形的衣柜的空间。这个就是长衣服加收纳门片，那这是比较短的 T 恤的挂衣，然后这边是抽屉。那比较特别的是，当时的污衣篮就放在这边，那它可以是打开，然后里面会有一个污衣篮，然后因为衣服可能都有一些，还是会有一些湿气啊的臭味啊，所以这边就有做了通风口在这边。对，所以这是我们的污衣篮设计，那它就可以在这边脱完衣服洗澡，或者是洗澡，然后把衣服拿出来丢这样子。主卧的设计在床头部分跟紧密呼应刚刚在客厅的那个背板设计，所以我们用同样的铁灰色的板材去做它的床头背板，然后上面我们跳一个灰蓝色的色系，让它有一种海洋的感觉在这一整个面上面，所以也让卧室的一个舒适性跟它是拿来做睡眠使用，所以增加了它的比较深层的一个质感在这一间卧室里面。溯溪吗？很溯溪哟。好，在我们主卧的旁边呢，因为它原来的格局，它后面正后方刚好是一个透光的窗，所以我们用了窗帘去做一个遮光。那在正前方的话，我们当初的想法是，它可以放它的按摩椅在这个地方。平常在休闲的时候，它在按摩的时候，或者是阅读的时候，它可以有一盏灯，好，旁边有一盏吊灯，有一个气氛的吊灯，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有一个气氛的效果，或是有一点点阅读的效果在这个地方。对，那它这一个案子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它主卧里面有一个超大的阳台，它自己私人独享的一个花园。那它的景观其实是非常好的，以这个高楼层看过去，其
其实一望过去，附近其实没有很高的高楼会去遮蔽它的景色，所以他在晚上休憩的时候，可以在不管在室内或者是室外，有自己夏天比如在外面乘凉啊，然后冬天可以在里面坐着舒适的它的电动按摩沙发，然后去看着外面的窗景，然后去享受一个人独自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一种悠闲的感觉。对，那他很喜欢把整个阳台的窗户都打开，然后让风直接吹进来，然后坐在里面享受一个自然的感觉。那这边是主卧的电视墙，因为他们其实他还是会有在卧室里面看电视的需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用水泥杆的板子做底，然后下面一样搭配我们的钛灰色，然后做了一个收纳抽屉。那侧边呢，就是可以让它放它的收纳展示品啊、书籍啊，然后我们用一些比例大大小小的格子去做一些分配，然后给它一个可以收纳一些小物品的有门片的柜子。那这样就可以让它整个卧室前面的电视墙的空间非常的干净。好，那这一块空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空间，在门口进来的地方呢，在侧面这边我们刻意用板材去做了一个框，像一个画框的感觉，然后里面我们镶了一个灰镜，一个全身的灰镜，然后占满了整个空间。视觉上呢，跟旁边的衣柜互相呼应，所以它里面的镜面的东西非常多，视觉上空间感会增加非常的大。那同时在女主人穿完衣服之后，这一面就可以变成是她一个展示台，好像看自己就好像在看画一样，所以是一个蛮舒服的一个空间。Hello， 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的女儿儿房。房。对，当初选这个房间，其实除了主卧之外，里面还有2个房间。那女儿她其实没有选第2大的房间，反而是选的最边角的一个房间。可能她觉得在地理位置上，她觉得比较适合她的喜好。对，然后可能跟妈妈的房间也离隔得比较得比较远远一点。因为另外一间房间在妈妈旁边，对，所以另外那间就变成了书房。对。然后那进来的话呢，我们从门口一进来，这边其实是一个落地的连身镜，就是跟玄关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在她换完衣服的时候，出去之前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衣服的整理。那女孩嘛，所以总是在换衣服的时候会换很多套，她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镜子，可以让她比较清楚的看到她穿完衣服之后的一个样子。所以衣柜在这边，它就可以在这边挑选完，然后可能暂时勾在我们这个开放式的地方，然后它搭配完之后再直接照着镜子出门。然后呢，这个衣柜的造型，当初其实我们的设计是为了跟它现在这个床头的包布做一个呼应，做成一个下面也是一个圆弧形的，然后我们这边也是一个圆弧形的。那他考虑，他觉得他自己将来长大了，可能会觉得这个太过可爱，所以他后来我们那个版本呢，就把它改成一个平的、比较简单、比较利落的一个形式。那整间房间里面的色系是一个比较咖啡棕的一个色系，很暖的奶茶色哦。现在好，那这边床头包布的话，我们就是一片一片。那我们特别其实在这个插座的位置，特别去做一个地，去把它往外凸出来，所以让它看起来就是这个跟这个是有一个层次感，前后相叠的层次感。好，那书桌的部分，我们用铁件加上系统板去做一个设计，然后中间加以灰玻去当做它的一个通透性的一个支撑层架。那基础照明的部分，我们取代原有的灯具，我们用线灯去当做它一个主要的照明的使用方式。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让它的光线是整个是均匀的，然后透光性的也会比较柔和。那有别于一般放在桌上的台灯，那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那在室内的使用的时候，当它其他的灯不打开的时候，它也可以当做是一个气氛灯去做一个使用。
那这边就是我们女孩的书桌区或跟化妆区。那它其实平常写作业的时候跟梳妆的时候都可以同时使用。那我们有做了一些靠近它的身边去使用的，然后比如说这边可以放一些吹风机啊，然后这边可以放一些它的书啊或者它的展示品，然后有做灯光，让它在念书的时候都有充足的光线。那我们这个设计呢，就是用铁件去结合我们的系统柜格砍入的特殊设计的方式。那这边呢，我们就设计了它可以2次使用的衣服，平常临时回来临时脱掉外套，什么都可以放在这边，然后等要洗的时候，它才放进洗衣篮里面。好，那我们来到了书房。书房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因为它是2个人在使用，所以当初讨论的时候，他希望是真的所有东西都一人一半。所以你看我们的设计其实是左右对称的，不管是在书桌面啊，或是旁边的书柜的部分，还有旁边下面的置物柜，全部都是一人一半。好，那在施工上面的话，这个房间其实它最主要的难度是这一个书桌，你可以看得到它跨距非常的长。那这样子的跨距其实是正常呢，其实用久了之后，其实书桌会有一点点微小，所以我们在结构上，我们不希望去加它的支撑角，去破坏它下面的一个悬空的一个制空感，所以我们在中间的夹层的部分去做了一些铁件的补强，让它的结构上面没有问题，基本上人踩在上面都是 OK 的。那书桌正后方的书柜区，就是它藏书的部分，它其实可以看得到，它可以收纳的数量其实非常的多。那当初的设计是希望做成一个柜体去穿透另外一个柜体的穿透感，所以在我们上半部的柜子呢，我们刻意去不做它的底板，造成视觉上有一种穿透的效果，然后在中间深色的这一层里面加上上面同色浅色的中立的隔板，然后直直的穿透到它最下面，所以视觉上就会看到是2个柜子它彼此去交错，然后造成了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差。那最早的时候，在客变阶段的时候，他接受到的资讯就是不用做客变啊，等你交屋了之后再说。结果等到交屋之后，他超级后悔的，因为这间书房他没有办法做成开放式的，因为他要做成开放式，他要花更多的钱在拆除上面，所以后来他们就妥协说，这间就是一个封闭式的书房，它没办法把客厅变得更大这样子。中间其实我们画过几个版本，是试图把旁边的墙去做一个通道之类的，然后最后最终还是选择保有原来的格局，然后把它做成这个书房的使用。对，所以它其实在隐秘性也比较好。他们就比如说一个人在里面工作，然后小朋友在外面念书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互相干扰这样子。当初设定就是妈妈在书房工作的时候，小朋友跟他同学可以在外面书桌餐桌地方做讨论。对，这样子的话就是2个互相完全隔绝，隔音上也会比较好。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们过程中一直都是2个人一起决定，一起去讨论，然后思想是非常的 open，所以他们就会很尊重对方，所以才会提出说我们就是需要各自拥有一样的平等的观念这样。那一般民众想要做美式设计的话，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像这样子有一些深色调的美式的颜色配置，我觉得在比较小一点的空间就可能没有那么适合，因为可能说你的客厅不够宽敞，这样子后面的沙发背墙可能就会是一个很压迫的部分。所以如果希望在有限的空间去营造出这样宽敞的效果的话，可能或许我们会选择比较浅色系的一个配置去做出来，更亮一点、更明亮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尽量去保留比较大的空间，然后去让空间感增加，然后让你的家具或者收纳的量不要太过于让空间感觉拥挤，这样比较容易有产生这样的效果。好，那在这一次的现代美式设计里面，觉得注重的点是什么？
我注重的就是还是希望他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对于生活是有一定的想法，所以我们要把他的想法放进来。他想要开阔的空间，然后他想要一些自然的元素，那我们就是利用很注重这次的线条跟颜色的分配的比例，然后去营造他这样一个美式现代的感觉。让它整个居家除了舒适、温馨，然后简约利落，同时实用上的功能也一并的都全部都考虑到了。对呀。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梦想新家的介绍喽。对呀，那记得接下来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开启小铃铛。对，那如果有任何设计上或是装修上的需求，都欢迎随时跟我们联系喽。